魏无羡刚想回答，阿苑就出声了：爹爹，我是阿苑，是阿娘生的。魏无羡，阿苑，蓝湛不是你爹，你不是刚认了我当爹，怎么转头又认蓝湛当爹？霸道总裁发力。阿苑，我是你给爹爹生的，你是阿娘，这是爹爹。指着蓝忘机。蓝忘机的眼睛微微睁大，什么意思？阿苑是魏婴给他生的。他什么时候对？等等，他做的梦？难道梦也可以？魏无羡看着蓝忘机的神色，笑了一声：蓝湛，你不会真的信了吧？阿苑的童言而已。蓝忘机脑袋里已经自成一个逻辑了，蓝家有验证血脉之法，抿着嘴，我跟你回乱葬岗看看。魏无羡，啊，那行。萝卜也忘买了，直接带回了一个蓝忘机。温情掐着腰，种子呢？你就带回了一个人。魏无羡挠了挠头，我忘了，嘿嘿。再说了，这是一个人吗？这是大名鼎鼎的韩光君。蓝忘机，魏婴，可否让我试试？魏无羡，是什么？蓝忘机，你看着就好。魏无羡懵逼，啊，温情，啊。蓝忘机直接划破了他的手指，又划破了魏无羡的手指，接着阿苑的手指，阿苑，疼。温情，你要做什么？接着就发现，蓝忘机用出了验证血脉的方法，三人的血成了3条红线，紧紧地绑在了一起。温情懵了，看了看魏无羡怀里的阿苑，他亲眼看着阿苑出生的，他确定是堂嫂生的，怎么变成了蓝忘机和魏无羡的儿子了？报错了，那他侄子哪里去了？魏无羡也懵了，他不至于看不出来这是验证血脉的功法，阿苑怎么变成自己的儿子了？蓝忘机眼眶红了，魏婴居然真的给他生了一子，看着乱葬岗的情况，眼泪止不住了，他的魏婴还有他的孩子竟然生活得这么艰苦。蓝启仁疑惑地看着一回来就跪到了他面前的蓝忘机，忘机，这是？蓝忘机有些痛苦地道，叔父，我有了一个儿子。蓝启仁，什么？蓝忘机抬头看着蓝启仁，魏婴在3年前为我生下一子，一直是温情帮着养的。蓝启仁，等会儿。蓝启仁茫然的四处看了看，确定了自己不是在做梦。你说你有一个儿子，是魏无羡给你生的？蓝忘机沉默的点头。蓝启仁，荒谬。魏无羡是个男子，老夫还从来不知道男子也可以生子呢。等等，你怎么确定的？3年前，那个时候还在听学呢。你们蓝忘机是忘机私自对魏婴做出，私自做梦把魏无羡那啥了。嘿嘿。蓝启仁倒抽一口凉气，你去夷陵了？什么情况？蓝忘机眼眶红红的，魏婴带着50多老弱病残在条件恶劣的乱葬岗上，那孩子叫阿苑。蓝启仁，你用了血脉验证之法了吗？蓝忘机点头。蓝启仁在屋里开回踱步，所以魏无羡才会救温家那些人，因为温情是岐黄神医，魏无羡3年前也不过16岁，男人怀孕之事闻所未闻，那孩子一定很慌张，然后温情帮助了他，他还把刚生下的孩子托付给了温情。忘机，不行，我们要带他们回来，他们的处境危险。蓝启仁已经自己把所有事情给圆上了，被蓝启仁这么一圆，蓝忘机也觉得他叔父说的就是事情的真相。蓝启仁，走，忘机，你跟我去接他们，把他们全都带回云深不知处。蓝忘机，兄长。蓝启仁皱眉，先不管他，他在金陵台呢。蓝忘机点头，好。两人收拾收拾就去了夷陵，来到了乱葬岗山脚下，蓝忘机用碧尘碰了一下乱葬岗的结界，便跟着蓝启仁安心的在山脚下等着了。魏无羡给温宁检查完了，感觉到了乱葬岗的结界外有人，便独自下了乱葬岗。蓝湛，蓝先生。魏无羡隔着结界给蓝启仁行了一礼。蓝启仁，你怎么瘦成这个鬼样子？魏无羡一愣，摸了摸自己的鼻子，啊，瘦点好看。蓝启仁，不好看。蓝忘机赞同的点头。魏无羡，先生这回来有何要事？蓝启仁，你先让我进去。魏无羡给结界开了一个口子，放了蓝启仁和蓝忘机进来。蓝启仁，走吧，上去看看。魏无羡带着2人上了乱葬岗。蓝启仁看着温家这些个老弱病残，无奈道：
这就是姜婉银所说的温家余孽。呵，他是想让你们死。魏无羡沉默了，他又何尝不知？蓝启仁轻声道：魏无羡，你今日就带着这些老老少少跟我一起回云深不知处，蓝家保你们。魏无羡抬头，保我们？你确定？如今仙门百家都容不下我们，蓝家可以吗？蓝启仁挑眉道：容不下你吗？本来是容得下的，可是在你说出与仙门百家为敌时，就容不下了。魏无羡睁大眼睛，我从未说过。想到了什么，又沉默了。蓝启仁看着温宁不似常人的模样，想说点什么又憋了回去，轻声道：温姑娘，可否带着你的族人与我回云深不知处？放心，蓝家会给你客卿的身份，你的族人以后也都是蓝家人。温情懵逼，看了一下阿渊，明白了，对着魏无羡道：听你的。